我是一个富家女，看中了老公的老实，和他结了婚。婚后我一再退让，但婆婆和嫂子却对我变本加厉，更是提出要把侄子送给我养的荒诞要求。面对我的反抗，我老公却给了我一巴掌。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，最好是一无所有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门口站着3个我最不想见到的人。第一个是我嫂子，脸上带着一副古怪且势在必得的表情。第二个是旁边站着的我那调皮的侄子，他正咬着手指，口水粘在衣服上。我的婆婆站在离我最近的位置，气势汹汹地看着我。你得跪下给你嫂子磕头。我愣了愣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从今天开始，这孩子就是你的了。这话更让我感到荒谬。你在说什么呀？这是什么疯话？怎么还会有把自己儿子上赶着往外送的？李凛川听到了动静，从卧室走出来，站在我旁边，表情有些尴尬，却一言不发，似乎默认了这个荒唐的安排。愤怒在我心里翻涌。就这么定了？你没得选择。婆婆的声音更大了，仿佛已经把一切都决定好了。嫂子故作一副可怜模样，你大哥扔下我们母子，我怎么养得起你侄子啊？你有钱，你养。客厅里充满了火药味。侄子站在一旁，似乎也感受到了这股紧张，不安地扭动着。你们这是在逼我，是吗？我声音冷了下来，感觉自己快要爆发了。嫂子抱着侄子，一脸的得意，婆婆则是一副看好戏的表情。而我的李凛川就像个局外人，既没支持我，也没反对婆婆，她那沉默的态度成为了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想都别想！我爆发着吼了出来，眼神里充满了失望和拒绝。这个本就摇摇欲坠的家庭，终于彻底撕开了最后一层遮羞布。客厅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每个人都在等待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这个本该悠闲平静的周末被彻底打破了。我是个富家女，从小到大从来不缺追求者。李凛川是农村人，是他们村里这么多年唯一一个能考到首都的大学生，后面又争气考上城里的公务员。他和那些油嘴滑舌的不一样，他虽然也追求我，但是稳重务实，还能让我父母承认他。很快我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结婚前一分不用出，每个月我还给他零花钱。他要把婆婆接来住，我也没说什么。李凛川哥哥一家人要搬到城市来，也是我掏的钱。却让我万万没想到，这一家人总是挑刺。我记得第一次给婆家寄钱的时候，李凛川哥哥还冷嘲热讽：“嘿，城里来的大小姐，现在学会关心穷亲戚了。你看这些衣服，哪里像个农村媳妇？”结婚以来，嫂子总是用那种轻蔑的眼神看着我，说嘲讽我的话，好像我这一切都是凭空得来的。他们的话让我心里难受，但想到了李凛川对我的好，我还是选择不和他们计较。可他们似乎根本不念着我的好。李凛川哥哥甚至在背后对村里人说，我是靠着家里的钱才嫁进他们家的。上个月，李凛川哥哥突然车祸去世，家里人全都慌了神。我立刻掏钱办理了后事，没让李凛川出一分钱。但即使如此，婆家对我的态度并没有任何改变。在葬礼上，嫂子甚至还跟别人小声说，看他装得多慷慨，不过是为了在外人面前显摆。我如鲠在喉，很想争辩些什么。出于多年的教养，我不想在葬礼上闹事，便忍了下来，心里却悄悄记下了这一笔。我坚定地说了不。嫂子大概是没想到我会反抗，先是愣了一下，
然后开始大声哭泣，声音在整个房间里回荡。婆婆也跌坐在地上，哭得更凄惨。你那么有钱，养个孩子又怎么样？婆婆一边哭一边尖叫，声音尖锐刺耳。嫂子也不甘示弱，你怎么这么冷血，连个孩子都不顾？我被这突如其来的转变搞得有些局促。两个人就像是演了一台戏，滑稽可笑。李凛川就站在一旁，持续默不作声。婆婆突然瞪着眼睛看向李凛川：“你就这么看着你妈被欺负？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”也许是被他妈的话触动了自尊心，他像被点燃的烟花，突然向我走来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感觉到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疼痛。他竟然给了我一巴掌。你给妈和嫂子道歉。他的声音止不住的颤抖，显然他自己也不敢相信自己刚刚做了什么。你搞错没呀？你想养你自己养，别赖上我。这时我听到一声砰的响声，回头一看，侄子把我精心拼装的迪士尼乐高城堡弄坏了。我情绪完全失控了，走过去一把把侄子推开，他摔倒在地上，开始大哭起来。你至于吗？就为了一个玩具？李凛川没有管我，反而是去安慰大哭的侄子。此起彼伏的哭泣和争吵不断扰乱着我的心神。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从来不属于这个家庭。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大声喊道：离婚！我受够了你们这一家子，你们都给我滚出去！我的声音几乎是在尖叫，整个人都在颤抖。房间里一片死寂，只剩下侄子的哭声和我的怒吼回荡。我站在那里，感觉自己做了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，而他们只不过是我生命里错误的符号。我要让一切回到正轨。李凛川口中的玩具是我们曾经相爱的证明。那天是我生日，我知道他一定会给我准备生日礼物。我打开包装精美的礼物盒，里面装的是迪士尼乐高城堡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回到了小时候。妈妈问我梦想，我的梦想就是当公主。后来家人都拿这个和我打趣。此刻我心里充满了甜蜜，幸福的说不出话。看你这激动的样子，就知道我选对了。李凛川看着我，眼里充盈着满足和爱我的情绪。那里，我只是没想到你会记得我说过的话。我假装镇定，但嘴角的笑意怎么也掩饰不住。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，怎么可能忘记呢？你说过迪士尼是你的梦想。那半个月，我们就像一对儿童时期的伙伴，沉浸在乐高的世界里。我专注地拼着每一块，而他在一旁看着我。我只要偏过头就能和他对视。眼波流转间，我确认了他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人。这块明明应该放这儿。我认真地指着说明书。不，你看错了，应该是这边。他总是故意逗我，而我总会慢半拍才反应过来。你这个坏蛋，又骗我！我假装生气，用乐高块轻轻敲他的头。他一边笑一边抱歉地重新摆好乐高块。当我们终于拼完时，他紧紧地抱住我。这是我们一起做的第一件作品，以后我们还会一起干很多浪漫的事。我把头埋进他的肩膀，悄悄红了脸，心里开始暗暗期待未来。现在看来，这些话不过是他精心编织的谎言，而当时我却信以为真。其实我的乐高被打碎，我并没有感到意外。我的侄子6岁，是家里唯一的孙子，被娇生惯养着长大，无理且难以管教。每次他来我家，总能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把整个地方搞得乱七八糟。上次我去厨房倒水，回来的时候就看见我的化妆品全都被拿出来，到处散落着。口红被抹在墙上，
粉底液洒在地毯上，我的心都快碎了。快住手！我冲过去，把拿在他手上的香水夺回。那是李凛川给我买的礼物。他只是无辜地耸耸肩，一副我什么都没做的样子。我跟他讲不通道理，只好默默收拾残局。家里他是小皇帝，学校里充当着霸王。班上的老师经常打电话说他又和同学打架了。我尝试过教育他，但每当我对他稍微严厉一点，婆婆和嫂子就会跳出来指责我。对着我的管教，我婆婆只会说：“你别管孩子，他在自己家里难道还不能随心所欲吗？”我感到非常挫败和愤怒。我只是想教他做个有礼貌的孩子，但他们却认为我是在苛待他。这种事情一次又一次发生，我的心里预感疲惫和无奈。每当侄子离开后，我总是要花好几个小时来清理他留下的狼藉。我坐在那一堆杂乱中，开始想念我还没出嫁的时候。在家里，我是被宠着的公主，从小到大没有挨过重骂，更没有被强制做过家务。但是在这个家，我却常被无端苛责，而我的李凛川并不会体谅我的辛苦。我陷入了怀疑，自己是否真的适合这个家庭。这2年，婆婆总是有意无意暗示生孩子的事。对我来说，生孩子是件大事，需要慎重考虑。结婚这2年，繁复的家庭关系和劳累让我对要孩子这件事更是充满着恐惧。我想要我的孩子能在爱中成长，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望，更不想让我的孩子步入侄子的后尘。可婆婆似乎不这么认为。在一次明示无果后，她沉下脸：“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不能生？”我尽量保持冷静，微笑着回答：“妈，我们还年轻，不着急。”我被她的话语刺激到了，但还是努力压制着情绪。“妈，这种事情急不来的，我们会有孩子的。”从那以后，婆婆对我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友好了。她开始在亲戚朋友中散播关于我身体有问题的谣言。这些谣言就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，亲戚、邻居，甚至在李凛川上班的公司里，也有人在背后议论。这些言语像是针一样扎在我的心口。我本就不想匆忙生孩子，现在却变成了大家眼中的问题媳妇。我感到极度的失落和无助，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些无端的指责。我试图和李凛川谈谈这个问题，但他似乎并不太重视。别想太多，他就是嘴快。李凛川总是这么回答。可这些流言蜚语对我来说并不是小事，它们像乌云般笼罩着我的生活。我仿佛卷入了无休止的漩涡。我开始思考，这一切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我拿出手机打电话给保洁公司，让人把李凛川家人的东西都清理走。保洁人员们干得利索，没过多久，家里就空荡荡的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满意地看着清理过后的房间，心底莫名涌现出一阵愉快。没多久，婆婆就闯了进来。一看到家里的情形，她就像被点燃的炸药一样，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“你这是干什么？把我们的东西都扔了？”婆婆大声质问我，声音里充满了愤怒和不可置信。我只是在清理不需要的东西而已。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。“你简直是没良心！这都是我们家的东西。”婆婆几乎是在吼叫，脸上的表情扭曲，眼神里满是愤恨。这是我出钱买的房子，我有权决定这里的一切。我毫不退缩地反驳，虽然心里其实很紧张，但我知道这一刻不能软弱。我们2个就这样在门口僵持着，婆婆的眼神像是要把我生吞活剥一样。“你这是要和我们家完全断绝关系了？”
婆婆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我求之不得。我回答得干脆利落，气氛紧张到几乎可以用刀子切开。我们就这样对峙着，谁也不肯退让。这一切的改变都是从我拒绝跪下那一刻开始的。我不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我，我要为自己做出选择，即使这意味着要和我的过去几年彻底决裂。我相信我是正确的。回到父母家的时候，我感到久违的放松，像是卸下了千斤重负。客厅里温暖而舒适，爸妈坐在沙发上，露出了担忧的表情。宝贝，你怎么突然说要回家了？我听着熟悉的问候，突然觉得眼睛发酸。爸妈，我有些事情想跟你们说。我坐在爸妈中间，感觉到了无比的安全感。我开始讲述发生在我和李岭川家的一切，关于婆婆的无理要求，关于李岭川的冷漠，还有那无止境的家庭纷争。讲着讲着，我的眼泪就忍不住流了下来。爸爸的摇着头，眉头紧锁，妈妈则是愤怒地握紧了拳头。当初我们就看走眼了，以为她老实本分，谁知道妈妈是愤怒地握紧了拳头，插话道：“我们还以为你嫁给他，能过上幸福的生活，没想到他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子。”我看着爸妈愤怒和失望的表情，感觉到了底气。无论怎么样，我的爸妈永远会站到我这一边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我无助地说。爸爸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别担心，有我们在，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”妈妈也走过来，紧紧抱住我：“没关系，孩子，不管怎样，我们都支持你。”在爸妈的怀抱里，我突然觉得这2年的我的生活像是行尸走肉。但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混乱，在这里，我总能找到温暖和力量。我抬头看着爸妈关切的眼神，心里暗暗发誓，无论未来怎样，我都不会让自己再受到伤害。我正在父母家的客厅里和爸妈聊着闲天，突然门铃响了。我起身去开门，却意外地发现门外站着婆婆、侄子还有嫂子。你得给我们点抚养费，你是我们家媳妇，有责任照顾我们。婆婆一开口就是这样的话。你这样只管自己吗？不管我们，合适吗？嫂子也在一旁帮腔。我看着他们提前串通好的拙劣戏码，心里止不住的冷笑。只可惜这里不是婆家，我也不是之前的我了。果然，我爸妈听到这话，脸色立刻变了。我知道他们肯定不会答应的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女儿欠你们的？我爸爸的声音开始提高。就是我女儿又不是你们家的提款机。我妈妈也气愤地说。气氛开始变得紧张起来。婆婆显然没想到会遭到这样的对待，她的脸色变得更难看。你们这是什么态度？我是她婆婆。这时，妈妈实在忍不住了，上前给了婆婆一个响亮的耳光。嫂子看到这一幕，愤怒地冲上来要打我妈妈，但被我爸爸一巴掌拦下了。妈妈继续一顿痛骂婆婆和嫂子：“你们这么无理，还想让我女儿养你们？谁知道那孩子是谁的？门都没有。”婆婆和嫂子被我爸妈的气势镇住了，他们愣在那里，不知所措。侄子则是吓得躲在一旁，一言不发。听好了，我的女儿不欠你们的。我已经让我的律师着手离婚程序了，法庭见吧。我爸爸的声音震耳欲聋，他的脸上布满怒气。婆婆和嫂子也许没想到要上法庭这么严重，还是没有说话。我看着这一切，心里感叹着他们的不自量力。这些人竟然连我父母家都敢来闹，真是无知且无理到了极点。但看到爸妈为我出头，我的心里就像吃了蜜糖一样甜。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，
我都不再是孤军作战了。最近，我发现父母家门口总是有尿渍，一开始爸妈以为是小区里的流浪猫狗干的，但我总感觉不太对劲。爸妈一直都挺照顾这些流浪动物的，他们不太可能会这样，可能是哪个不懂事的小孩。我自言自语地说着，决定查一查家里的监控录像。打开监控，我看着屏幕上的画面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是侄子。他在我们家门口撒尿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我感到一阵愤怒和震惊，我知道这一定都是我婆婆和嫂子指使的，太过分了。我愤怒地对爸妈说。爸妈看了监控录像，脸色也变得难看。这孩子怎么能这样？妈妈忍不住叹息。我立刻打电话给小区的保安，告诉他们这件事，并让他们留意侄子。没几天，保安就打来电话，说他们抓到了侄子。我赶紧过去，看到侄子坐在地上哭泣，旁边围了一些好奇的邻居。你爸妈呢？保安问。侄子哭着不说话，只是用手指着我。我又想起之前婆婆让我认侄子当儿子的事，我感到恶心，当即决定必须得让侄子知道这样的行为是无理的。我要报警，让警方来处理。我对保安说。保安点点头，我则拨通了警方的电话。在公安局的等候室里，我坐在角落的椅子上，心情就像一团乱麻。警方打电话给嫂子和婆婆时，他们的声音一度变得强硬。你儿子在我们这里，你们需要来一趟。电话那头的声音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。嫂子和婆婆居然厚颜无耻地装作不认识侄子。你们肯定是搞错了，我们家小孩怎么可能在那？嫂子的声音透过电话传来，满是假装的惊讶。警方像是在和墙壁说话，嫂子和婆婆则一口咬定他们不认识。终于，经过连续不断的电话和警方的警告，他们不得不现身。他们的脸上还挂着一丝不屑和一脸无所谓，好像这一切都与他们无关。我们只是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婆婆仍然事不关己。警方开始询问他们相关事宜。我静静地观察着他们那副理直气壮的样子，我心里更是气愤和无奈。他们竟然可以无理到如此地步。这件事情可以私了，毕竟他还是个孩子。警方试图调解。我坚决摇头，我不追究孩子，我追究的是教他这样做的人。如果不是他们，我侄子也不会变成这样。嫂子看着我，满脸恨意。老公也打电话劝我，你怎么这么绝情？就不能宽容一点吗？宽容？对你们这样的人，宽容只会助长嚣张。我冷冷回应。警方转向侄子，小朋友，你需要向这位阿姨道歉。侄子看了我一眼，竟然很没礼貌地向我呸了一口。我的心情瞬间冰冷到了极点。警方显然没有想到他会有这样的举动，赶紧把侄子拉住。嫂子情绪失控，直接上前推搡警方。我们家的事情轮不到你们管。警方的脸色变得严肃，请你保持冷静，不要动手，这属于袭警。但嫂子已经完全失去理智，开始和警方推搡。嫂子因为在公安局内袭击警方的行为被拘留，消息在小区里传开了。我在家里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心里既不高兴也不难过，只是感到一种莫名的释然。没过多久，嫂子在警局内的暴力行为的视频就被上传到了互联网上。我坐在电脑前，点开视频，只见嫂子在警局内大发雷霆，追打警方。视频很快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，许多人开始对嫂子的行为进行谴责。看看这个女人，竟然敢在警局里这样！
网友们纷纷留言：这样的行为太过分了，应该受到惩罚。评论区里充满了愤怒的声音。等到嫂子被释放的时候，她已经成了众矢之的，甚至有人在拘留所门口等着她，准备羞辱她。我想象着嫂子从拘留所出来，面对这些声讨，她一定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和绝望。最终，嫂子没办法忍受舆论压力，带着侄子灰溜溜地回到了农村。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都是因果循环，他自食其果罢了。我回想着和嫂子之间的种种恩怨，从他第一次踏进我的家门，到最后这样悻悻地离开，我像经历了一场戏剧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感叹，做人还是不能太过分。想到我不用再面对嫂子那张嚣张的脸，不用再听她那刻薄的言语，心里只有淡淡的释然，没有丝毫的留恋。我坐在卧室的窗边，看城市的夜景，灯光连成一片闪烁，像是密集的星星，我却像被一团乌云笼罩着。电话响了，是李岭川打来的。我的心被针扎了一下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让自己冷静下来，然后接通了电话。你知道你做的事情有多恶毒吗？李岭川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愤怒和不可置信。我挑起眉毛，我恶毒？是你们家先不讲理的，你们才是那些永远喂不饱的白眼狼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，然后李岭川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就这样算了。我冷笑起来，威胁我，你以为我会怕吗？你们一家人做的事，我怎么可能就这样放过？李岭川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强硬的回应，他愣了一下，语气开始有些颤抖。你到底想怎样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说完，我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。挂断电话后，我靠在椅背上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曾经的甜言蜜语，终于演化成了短兵相见。对于李岭川他们一家人的所作所为，我忍无可忍，也不可能原谅。我必须要强硬起来，保护自己。我闭上眼睛，试图平静下来，但心中的怒火依然在燃烧。外面的夜景依旧美丽，但我的心却在风雨中摇摆不定。我知道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的风波，但无论如何，我都准备好了。我坐在房间里，手指在键盘上轻轻敲打，思考着如何布下一张网。我匿名联系一个赌球组织，精心编造了一个关于李岭川有一大笔钱的故事，然后通过匿名渠道巧妙地传播出去。就像我预料的那样，没过多久，我通过匿名渠道得知，他们已经开始盯上了李岭川。他们对李岭川展开了接触。坐在电脑前，我能想象到李岭川被他们围绕的场景。李岭川的好赌习惯是他的软肋，一旦赌球组织找上门，李岭川肯定会中计。他对赌的渴望像是无底洞，永远填不满。我关掉电脑，站起身来，活动了一下双腿。我不自觉地开始回想起4年前的那场球赛。那天阳光明媚，我和李岭川计划去郊外野餐。我准备好了一篮子美食和葡萄酒，心情愉快地想象着我们在绿草地上的惬意时光。突然，李岭川的手机响了，屏幕上弹出了一个网站的推送消息。我看到他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，迅速地点开消息，整个人仿佛被吸引进了另一个世界。我瞬间感到不悦，心情也随之沉重。你又赌球了？我尽量平静地问他，但语气中的失望已经掩藏不住。他一开始还结结巴巴地否认，但在我逼问下，终于承认了。我记得自己当时有多生气，我甚至拒绝了那天的野餐计划，一个人回了家。
我真的不会再赌了，我发誓。李岭川后来到我家门口，一遍又一遍地向我道歉。他的道歉持续了整整1个月，每天都来我家楼下等我，送上一束花，带着歉意的眼神。其实那时的我心里已经埋下了怀疑的种子。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沉迷于赌球，为什么要背着我做这种事。明明我从不会在金钱方面苛刻他，但我逐渐被他长久的誓言所打动，心里的怒气渐渐平息了。听好了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你再让我知道你赌球，咱们就彻底完了。我瞪着他，声音坚定而严厉。李岭川点了点头，脸上满是歉意，我保证，绝对不会了。我看着电脑屏幕，嘴角勾起一抹笑。说了不会放过你，我就不会食言。一个人一旦有了漏洞，就会被人死死抓住。一条来自匿名账号的消息闯入我的视线，它的内容让我心头一紧。老板，怎么把我拉黑了呢？今天必中，早投。之前那100万，今天全能回本。消息的语气显得既狂妄又自信。我立刻意识到，这是李岭川赌球的那个组织。我的心顿时五味杂陈。这意味着李岭川所有的誓言不过是哄我的把戏，也意味着李岭川的积蓄已经输得一干二净了。正当我陷入沉思时，手机再次响起，是李岭川的来电。我按下接听键，深吸了一口气。你能借我点钱吗？李岭川的声音听起来焦急又尴尬，似乎在努力掩饰他的绝望。我冷笑了一声，怎么，你又赌钱了？你忘了上次赌钱后你怎么说的了？电话那头的沉默让空气凝固，然后他急切地回应，我会3倍还你的，求你了。3倍？你以为这是什么？过家家吗？我嘲讽地回击，心中满是不屑。你为什么不去找你那好妈妈？去找她借钱啊？我继续讽刺道，语气中充满了讥笑。电话那头的他突然沉默了，似乎被我的话刺激到了。你真是没救了！我愤怒地说，你自己造的孽，自己承担吧。还有，你等着法院的传票吧，我要离婚。挂断电话后，我感到一阵舒爽。他自己选择了这条路，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我心里不由得暗自想到，是你自己跳进去的，现在后悔有什么用？接着我拨通了公安局的电话，举报了那个赌球组织。我尽量保持声音的平静，详细描述了我所知道的所有信息。谢谢您的举报，我们会立即进行调查。电话那头的警官说。几天后，李岭川的积蓄已经无法追回，就像打了水漂一样。他所有的积蓄，他辛辛苦苦工作得来的钱，就这样消失了。而我没有义务为他的愚蠢付出代价。李岭川像个丧家之犬一样出现在我家门口，他的脸色苍白的就像张纸，眼里透着一股子绝望。看到他那副样子，我心里没了往日的怜悯，只剩下淡淡的厌恶。他没站稳就跪下了，像个犯错的孩子一样看着我，眼泪汪汪的，哭丧着脸，声音哽咽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欠了一大笔高利贷，今天不还钱，那帮人就要废了我。”我盯着他，心里一阵冷笑。怎么，这才知道怕了？你以前不是很牛吗？他抬起头，眼里满是惊恐和绝望，好像没想到我会这么冷酷。他想来抱着我的大腿，被我一把推开。他哭得更凶了，求求你，救救我吧！我真的不想死。我甩开他的手，眼神冷冷地看着他。你以前赌球的时候，怎么不想到今天？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突然惊讶地看着我，是你报的警？是我怎么了？我居高临下看着他，
你不是一直觉得自己天不怕地不怕吗？现在怎么就软了？他像是被打击了一样，又磕了几个响头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救救我吧！我看着他这副狼狈不堪的样子，心里泛起恶心。救你？你觉得你还值得我去救吗？你自己惹的祸，自己去解决。我站起身，大步走到门口，叫来了保安，请把这个人带走。保安上前，拉起李凛川往小区外面带。李凛川哭着，不断回头看我，那眼神里充满了不舍和绝望。但我心里只有冰冷，我知道，我再也不能为这样的人流泪。我转身，慢慢地关上门，把那段不堪的过去封锁在门外。我的平静再次被打破。婆婆站在门口，脸色苍白如纸，眼里满是恐慌，就像见了鬼一样。她想踏进门，被我制止了。就在这里说吧。她急切地喘着气说，你得救救你李凛川，他欠的钱太多了，现在那些人要来收账，他快被打死了。我斜眼看着她，脸上没有一丝同情。我没钱，你去卖肾啊！婆婆的脸色瞬间由白变青，她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冷血。她颤抖着声音，几乎是在祈求：你怎么能这样？他是你的李凛川，你怎么能见死不救？我轻蔑的一笑，李凛川，那是过去式，他现在对我来说不过是个陌生人。婆婆眼里闪过一丝愤怒，但更多的是无助和绝望。她看着我，眼神中充满了不信和恐惧，然后颤巍巍地转身离开。我坐回沙发上，拿起茶几上的书继续看着。几天后，消息传来，婆婆在一个不知名的小诊所进行了肾脏交易，但手术过程中出了大问题，手术失败了，伤口感染，她现在生命垂危。我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心里竟然没有一点波澜，只有微微震惊。她真的会去卖肾？但是我想，这是她自己选择的路，是她自己走上了这条不归路。我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感觉自己仿佛从一个漫长的噩梦中醒来。我自由了。婆婆生命垂危，嫂子这辈子蜷缩在农村的家里不敢出来，侄子也是被万人嫌弃。本不想彻底撕破脸的李凛川，我和他离了婚，而他因为赌球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。我重获新生。每当早晨醒来，阳光透过窗帘洒在床上，我都会深深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温馨。宝贝，起床了，妈妈做了你最爱吃的蓝莓煎饼。妈妈的声音总是那么温柔，让我一天都充满活力。我走到餐厅，爸爸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。看看，我们的小公主终于醒了。爸爸总是愉快地说，眼里满是爱意。早餐时间，家里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。我们一边吃着妈妈精心准备的早餐，一边讨论着家里的小事。你们知道吗？昨天我和朋友去了新开的那家咖啡厅，简直太棒了。我兴奋地分享着我的生活。那下次我们全家一起去试试吧。爸爸提议，他总是支持我去尝试新鲜事物。午后，我会和朋友们出去聚会。我们在咖啡馆闲聊，谈论着最近的流行趋势，或者互相分享各自的生活点滴。那种感觉就像回到了大学时代，无忧无虑，自由自在。我能够随心所欲的生活，不再受限于他人的看法和评价。我终于可以做真正的自己，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有时候，我会独自坐在窗前，回想过去的那段艰难岁月。那时的我，被生活重重打击，几乎失去了自我。但现在，我已经从那些阴霾中走了出来，变得更加坚强和自信。我真的很感激你们，爸妈。没有你们的支持，我不知道现在会变成什么样。
我真挚地对父母说道：孩子，你是我们的骄傲。爸爸眼中闪着泪花。我们只希望你幸福。妈妈紧紧抱着我。这一刻我知道，无论未来的路有多难走，我都不会再害怕。不仅因为家庭永远是我永远的后盾，还因为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在挑战中成长，如何在困境中寻找希望。我将这一切的经历化作了力量，变成了一个更加独立、坚强、幸福的我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